事大时局，我是米兰。北京93大阅兵的热闹还没散去，尼泊尔却突然爆发Z世代革命。封网一天，年轻人怒火全面引爆，总理辞职，总统下台，国会焚毁，军队接管，共产党政权在短短24小时轰然倒塌。这一幕震动了整个南亚，更让中南海冷汗直冒，因为这不只是尼泊尔的崩盘，而是一面照向北京的镜子。当数位自由遇上世代觉醒，再强调稳定的共产党政权也可能瞬间瓦解。更尴尬的是，尼泊尔总理奥利夫妇才刚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习近平同框，回国不到1周，政权就土崩瓦解。对中共而言，这不只是盟友丢脸，更是体制最不愿面对的警讯。军队会不会选择救国不救党？青年会不会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刚刚到中国参加完天津上合峰会和北京93大阅兵的尼泊尔总理奥利夫妇，一回到尼泊尔，他的共产党政权就在学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中土崩瓦解了。原因很简单，他效仿中共要封禁西方社交网站。2025年9月4号，尼泊尔政府以未按规定在当地注册并设立办公室为由，宣布封禁包括 Facebook、X、前推特、YouTube、Instagram、WhatsApp 在内的26个西方社交平台。共产党政府给出的理由是遏制虚假新闻及仇恨言论。可是许多尼泊尔人，特别是30岁以下的 Z 世代年轻人认为，该项措施是对于言论自由、数字空间使用权的攻击，其等同于实施网络审查制度。这激起了尼泊尔青年压抑在心中多年的怒火。因为拥有3000万人口的尼泊尔，15至29岁的青年失业率高达19.2%，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已有56%的尼泊尔人上网。该国有数百万的社交媒体用户。尼泊尔年均 GDP 是429亿美元，而其中社媒内容创作每一年贡献了2480万美元的收入。也就是说，很多尼泊尔年轻人是靠网络为生的。当被问及禁令时，奥利表示，国家尊严和主权比少数人失去经济收入更重要。这番言论进一步激怒了年轻抗议者。9月8号，上万抗议者涌入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街头，主要是学生与年轻一代。他们不仅要求撤销禁令，更高喊反贪腐、反对精英垄断政治。抗议迅速升级为冲突，示威者纵火，总统府、总理府及行政中心被烧毁，议会大厦被烧成残垣断壁，就连给人们洗脑的尼泊尔最大的媒体康提普尔出版公司也被点燃了。警方使用水炮、催泪弹、实弹镇压。冲突造成至少20至3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局势失控下，总理奥利宣布辞职并撤离首都，总统鲍德尔也跟进辞职。尼泊尔政府全面瘫痪，加德满都的机场关闭，总理奥利携夫人和7名官员乘直升飞机逃离。据说奥利换过肾，但不清楚是在哪里换的。有着150岁移植器官的中共长寿工程成为最大的嫌疑人。奥利出身尼泊尔共产党，执政多年，与中共保持密切合作，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推动跨境铁路与基建合作，常被视为北京在南亚的重要盟友。目前没有哪个国家和媒体公开奥利的去向，有猜测奥利可能准备飞往迪拜就医。尼泊尔前总理、大会党主席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和他的妻子，现任外交部长阿尔苏拉纳·德乌帕被愤怒的民众抓捕。在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尼泊尔财政部长毕什努在街头遭到追打，甚至被踢倒在地。当大批民众进入总统府时，持枪军警不敢开枪，因为他们深知子弹打光后自己会面临什么。尼泊尔的老百姓在抗争中也拿到了枪，愤怒的年轻人游行示威的场面吓坏了尼泊尔当局。这场抗议的另一核心是对 Nepo Kids 的不满。富裕权贵的炫富生活与大多数年轻人失业困境形成鲜明对比，成为 Z 时代革命的精神动力。近日，印度报报道说，在这波示威中，一名年轻人手持标语，上面写着
领导人的儿子从国外买了 Gucci 包回来，人民的孩子则装在棺材中送回来。这反映尼泊尔极度贫困，一些尼泊尔年轻人甚至受到网络广告引诱，去加入俄罗斯军队，参加俄乌战争，最后变成炮灰。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尼泊尔人均年所得是1447美元，远低于邻国印度的2697美元和孟加拉的2593美元。低迷的经济逼迫很多尼泊尔人出国打工。尼泊尔的国内生产毛额有33%是旅外打工人汇款回家的钱。与此同时，政治精英子女奢华的生活方式，在社群网站上炫耀国外生活与名牌服饰，与平民的艰困贫穷成为强烈对比。TikTok 上一个广泛分享的影片中，有人说裙带关系孩子在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炫耀他们的生活方式，但从不解释钱从哪里来。几个月前，一位尼泊尔青年慷慨激昂的演讲在网上疯传，号召反腐败、反特权、反政府。而今天，尼泊尔的年轻人做到了，推翻了共产党领导的尼泊尔政府。可以想见，民众的怒火早已在酝酿。讽刺的是，这些尼泊尔年轻人现在声讨追究的政治精英们，恰恰是当初号称要为社会带来平等的尼泊尔共产党人。出逃的总理奥利是追随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另一被追究的前总理普拉查达是毛泽东式的游击队领袖，在2008年尼泊尔推翻王室的革命中担任领袖。跟中共一样，他们一旦掌握了政权，他们就是最贪腐的一群人，并且向往着他们的后代生生世世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不顾底层老百姓的艰难困苦。尽管尼泊尔政府在压力下撤回对西方社交网络的封禁，并宣布调查，但依然无法平息人们的愤怒。更令外界震惊的是，一场原本只是社交媒体自由的抗议，竟在24小时内演变为共产党政权的彻底崩溃。美国、印度及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共则保持沉默，只呼吁尼泊尔恢复秩序。在连续2日抗争与暴力冲突后，尼泊尔军方开始在加德满都巡逻、接管机场，实施不定期宵禁，并准备与抗议者展开对话，显示军队没有选择为共产党政权背书，而是等其倒台后才出面维持秩序。尼泊尔军队经历长期的君主立宪制度，一向以国家守护者自居，并未完全臣服于执政党。此次冷处理表明，军队优先考虑的是国家稳定，而非政党存亡。军方与政府之间的距离，揭示了尼泊尔体制的另一矛盾：政党可以倒台，但军队会留下来。尼泊尔政权的速崩，对北京而言是一个刺眼的示范。首先是制度焦虑，共产党政权可以在24小时内倒下，这打击了中共政权稳固的叙事。其次是军队问题，尼泊尔军方选择救国不救党，对中共来说是最大恐惧。中共军队未来会不会在关键时刻选择与党切割？第三是对青年歧视，在时代的抗争核心是自由、公平、反贪腐，这与中国青年现实困境高度契合。中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失业率高的已成国家机密，不敢公布真实数据，而35岁失业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中共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让外资外商望而却步，他们纷纷用脚投票，加速撤离，就连中国的富人也纷纷逃离。这些都让中国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若尼泊尔模式突破中国的网络封锁，将对中国年轻人产生强烈心理冲击。还有就是外交尴尬，奥利抗力刚参加北京阅兵，政权旋即崩溃，让中共在国际舞台上显得盟友不稳。尼泊尔未来可能出现3种路径：第一，改革型共和，成立过渡政府，举行新选举，延续共和制，但需真正回应年轻世代的诉求。第二，军事过渡，军方利用混乱扩张权力，以稳定为名限制民主，形成半军事化体制。第三，王室复辟，
君主复辟呼声回潮，前国王詹德拉多次公开露面，并获群众支持。若共和制持续失灵，王室可能重返政治舞台。尼泊尔的 Z 世代革命证明，即便是共产党政权，也可能在数位自由与世代觉醒的压力下迅速崩溃。这场巨变不仅是尼泊尔的历史转折，也是对中共的一面镜子。封锁、维稳、强调控制，或许能延缓危机，但一旦失去年轻世代的信任，政权再强大，也可能瞬间土崩瓦解。您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